张画的形式里面，给大家讲这张画多么的引人入胜，多么的美妙。结果呢 ，X 光一照发现，假的，不是假的哈，都是真的。X 光发现后面那堵墙上原来有张画的，但是被人用那个用颜料抹上了，涂上了，就涂成大白墙了。当然，这个涂白墙的水平也很高，就是他把这个白墙上的光影变化统一了啊。真的，如果你没有这种科学手段去介入的话，凭你肉眼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这张画被动过手脚。那接着呢 ，X 光照是照出来了，可是这个白墙是谁抹的呢？首先大家第一反应，维米尔本人抹的，因为他喜欢改来改去，对吧？可是呢，科学还是非常先进的，一鉴定发现抹白墙的这个颜料呢，是维米尔死了之后才出现的。啊，这个成分一鉴定呢，发现那就绝对不可能，他不能从棺材里拿出来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件作品藏在这个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画廊，就是德累斯顿的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呢，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，专家们就是没事找事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去干这种事，他们就讨论，反复讨论，天天开会，就是这个表面抹的这个白墙是该洗掉呢，还是洗掉呢，还是洗掉呢？好，最终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把白墙洗掉了，所以大家才能看到这个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我们就跟阿拉斯一样，被蒙骗了，然后呢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分析的特别对，是有点打脸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结合，因为维米尔的作品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作品里面呢，其实充满着寓意，它很多东西它都有象征的含义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结合墙上的这个丘比特这张画呢，大家就会联想，这个姑娘收到这封信应该是一个情书，啊，是跟爱情相关，对吧？来，这时候你就发现对这张画又有了新的解读。好，前面我们在看戴安娜她的侍女这张作品的时候呢，我们说，哎，它是藏在荷兰海牙的毛里斯之家博物馆里，放在同一个展厅呢，它的这幅风景画，对吧？这幅风景画呢，非常的著名，几乎是它的代表作之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从这张风景画里面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看出很多信息。我们来一一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觉得，哎，维米尔的这张画呢，光线很特别。这光线特别在哪里？你看它天空的云，离观众最近的是乌云，是吧？那么乌云照射下呢，前面的这片房屋是在乌云里面，是暗的。那阳光呢，掠过这片乌云之后，从后面的云朵缝隙当中照射下来，结果后面的有些建筑就发出金灿灿的光芒，是为什么？因为阳光照在上面啊。那这样一种在画面当中构造光线的方式呢，应该是维米尔首创的，非常的大胆。它可以把，它其实是在摆布大家的视觉，光线都被它塑造了。其实虽然这张画作品的尺寸也不大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是1米左右，可是它在这样一个小尺幅的作品里面，它已经连光都摆布了，说明什么？它其实在它的艺术世界里面，它跟上帝差不多，它完全可以摆布这些东西，而不是说我按照自然的实景去做一个写实。那在这个画面当中，我们看到近处的地方，其实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港口，因为它停了船只啊。我们不要用现在的港口去理解这个词，但是它在当时就是一个小小的港口，但是它非常的平静。然后这里呢，还有它戴尔斯特这个小城的2个门，这一个城门，这一个城门。那大家会觉得啊，那怎么这2个城门离这么近？艺术家做了加工，实际上呢，当地的风景呢也没有连得这么紧，这些建筑呢相对来说松散一些，松散会产生什么呢？就是天际线不好看。艺术家为了让这个天际线，天和建筑交界的这根线变得好看呢，他重新组织了画面，也就是说把实际的建筑的位置挪移了啊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中间截取的，是当地的一个新教堂的尖顶，用了这个各黄色
色的一个颜料，铬黄色的一个颜料来描绘的。他呢在这张作品当中啊，维米尔在这张作品当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。刚才我们说到他对光线的以及他对这个建筑实景的这个摆布，每一个元素呢都对他组织在这个画面当中，他要寻求最恰当的表现方式。然后他在一些底层涂料当中呢，用了一些铅白这样的颜料，后面我们会讲到维米尔用哪些颜料。他用了铅白，然后呢，这些地方黄色的屋顶呢，他又用了锡黄这些颜料，让它非常的饱满。这个时期，它的画面颗粒感是很重的，跟之后的作品、中后期的作品相比，中后期的作品变得更加细腻。而水面呢是波光粼粼，但是呢又非常的宁静。维米尔的作品里面主打一个宁